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原声带评测环节，我是原声带的江帆。按照爱立和的产品更新路线，今年应该是不会发布新品的入门级别播放器的，因为 S235 发布于2023年，迄今过去才1年时间。当然了，对于 AK 的换色工艺，我们还是做好了准备的。本来以为会有 SR35 的新颜色面世，但是新颜色没有等到，却等到了 Activo 系列的更新，这个确实是在意料之外的。其实 Activo 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系列，作为 iRiver 自家的品牌，定位其实是要低于 Astro-Kern 品牌的。我们在之前经历过 Activo 旗下的2款产品，也就是 CT10 和 CT15， 其中 CT15 更是赢得了人工智障的美誉。到现在为止，我都很好奇，这到底是哪个小天才的创意之举？这2款产品已经被证明是并不太成功的，可能唯一能给人留下印象的就是设计上还算不错，比较圆润的造型，相对来说比较特别。但是平衡口的缺乏，再加上比较一般的音质以及高昂的售价，让 CT15 的销售额惨不忍睹，最后只能是低于进货价给清掉。因为就2999的发售价而言，这个价格我是找不到任何不选 SR25 的理由。而到了这次最新的 Activo P1 呢， iRiver 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还是说还是一个炒冷饭的作品？因为在小尾巴大行其道的今天， P1 这种 3K 以内的播放器还究竟有没有用武之地，是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的。 Activo 呢，也能不能咸鱼翻身？接下来就由我为大家详细的分析下这款甜品级的播放器。初次上手 Activo P1， 实在是有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白色搭配金属原色的小色差分色设计，颇有种韩式审美的潮流感。另一方面，微微拱起的机身后背，却让人不自觉地想起海的那边名字里面带有锁的那家公司。甚至连机身的左右两侧也不见祖宗之法音量滚轮，取而代之的是刻有带有加减号字样的实体按键。好在当视线来到机身下方， TF 卡槽和一行细细的小字 By Astro-Kern 还是能表明这架小巧机器的血统的。 P1 的体积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说您之前长期使用比较大只一些的机器，比如 SP3000 啦 SE180 之类，这个 P1 甚至可以让您感觉到轻若无物，仿佛兜里什么都没有装。在宽度方面，比起自己家的 S235 是要略窄一些，长度呢也只是比35略长，厚度则相差不大。重量方面控制在了155克，这个数值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不妨拉一个横向表格去对比一下，诸如 S235、海贝 R4、山林 M5U 之类的播放器，会发现 P1 在这其中是最为轻巧的一款。配合堪比 SR35 的续航表现，说 P1 是一具口袋精灵也是毫不为过的。哪怕相比于主流的智能手机都要轻了很多，拿在手上握持感呢还是非常优秀的，没有坠手的感觉。美中不足就是设置耳机接口的机身上半部分和金属制的下半部分之间，缺少一些小的倒角或者过渡的这么一个设计，高低差造成的棱角有时会让人感觉到硌手。不过较小的机身自然也带来了一个不太好的事情，就是屏幕的尺寸不是特别的大。4.1寸的屏幕配合 720p 的分辨率，只能算是刚刚够用。毕竟对比自家的同门兄弟，也就是 SR35 的 3.7寸屏幕，还是要大了一些的。聊完外观，我们进入系统来看一下。开机进入主界面之后，同样也是一股熟悉而又陌生的感觉。下拉菜单的样式与自家旗舰播放器 SP3000几乎是如出一辙的。
仅仅是颜色由原来的红黑色调改变为白蓝色调。颜色的颠覆也让原本爱立和播放器比较商务和成熟的一个气质变得有点俏皮和年轻化。毕竟这么大胆的配色在以往的播放器中实在是太少见了。也许是爱立和有意开拓范围更大的市场，故而选用了比较年轻的亮丽的色调去设计它。在设计和颜值这方面 ，P1 算是树立了这个价位的一个标杆的。除了色调以外，更重要的是在操作逻辑上几乎是沿袭了新一代操作系统的内核。新一代系统是有口皆碑的存在，应用在 SR35、SE300、SP3000 这些播放器上。这个系统最大的好处呢，就是人机交互非常的便捷，并且学习的成本很低，属于上手就可以应用得来。但是核心也就是本地音乐的播放功能呢，又做得比较的到位。AK 这次算是将高阶机器的操作 UI 给下放了。除了 UI 以外呢，功能性方面也几乎是拉满了。Roll Ready、MQA、LDAC、aptX HD、LHDC 三大蓝牙编码 ，DSD 256、DAR 升频、USB DAC 与 BT Sync 一个不少。怎么看似乎都不应该是一台3000价位的播放器应该配备的，而且还是爱立和出品，给人一种是不是牙膏挤多了的感受。这次爱立和的 P1 除了以上功能之外，最大的区别就是全开放的系统了。不同于以往的施加了诸多限制的安卓系统，这回用家们可以随着自己的需要随意的安装音乐 APP， 而且操作起来自然流畅。进入网易云和 QQ 音乐等流媒体 APP 后，流畅也依旧，全然不见之前爱立和入门级播放器使用流媒体软件时所出现的急死人、运行速度迟缓的问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就是大家在拿到机器后，推荐呢先下载一个文件管理器 APP， 用内置的安装 APP 去安装这个文件管理器，这样在使用的时候就会方便许多。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大胆地猜测一下，未来 AK 的机器会不会也用上 P1 这种全开放式的架构呢？我的答案是大概率不会，因为对于随身的音乐播放器而言，过多的功能可能并非是必要的。那么 P1 为什么又是一个全开放式的系统架构呢？原因就在于 P1 所面向的市场不光光是咱们 HiFi 发烧友，更多的要面向流行化的用户，比如学生群体。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手机就是不能随便带的，但是播放器就可以带。这个时候呢 ，P1 这种设备其实就非常适合了。系统流畅度是一方面，但是如果最根本的价值，也就是音质不达标的话，那我们使用播放器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毕竟再流畅的播放器也没有办法去和手机比拼流畅度的。如果声音都根本不行，那播放器真的只配称得上电子垃圾了。一开始我对 P1 其实是有这样的担忧的，毕竟入门级不到3000块的这么一个售价摆在那里，还配备了这么多的功能。抱着这样的疑问呢，进行过一系列的试听搭配后，得出了以下结论。P1 的声音简单来讲是中规中矩，没有出现意料之外的惊喜，但在音质方面也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值回票价。在整体的调音风格上， P1 是倾向于流行方向，更多的去强化人声和低频的表现，来达成对音乐氛围感和抓耳度的实现。在低频方面， P1 的低频存在一定的渲染，不过这个渲染相对比较讨巧，因为更多是通过添加更多的低频响应及其深度来完成对低频的渲染，赋予低频更多的残响。也就是说，这个低频听起来某种程度上是偏向于爽快的那种感觉的。虽然某种意义上讲并不是绝对的正确，但是对于我们听流行音乐或者爵士类音乐的话，这种适当添加音染的低频响应并非一定是一件坏事。在人声方面， P1 刻画的也还算不错，人声的位置与距离都保证了一个中规中矩的水准。与 SR35 对比下来，人声的口型没有 SR35 那么的饱满，更多的是在做一个基本的还原。P1 音质处理上最好的一点，我认为还是其声场。与自家的兄弟 SR35 相比，虽然声场要略微的小一点点，但是声音的健康度还是在线的。这里可能有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啊，我自己之前有一款播放器是某灵的 M6，
这个机器的声场，我认为就有点那些畸变的那种感觉。这个问题其实不光出现在 M6 上面，在不少的入门级播放器产品中，其实都是客观存在的。而 P1 呢是没有这个问题的，这也就是 P1 最好的一点。如果说您没有本地音源，但是又希望玩一把播放器的话， P1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敲门砖。这个机器搭配耳机，不会说把耳机的声音扭曲的比较怪异，或者说染得非常重，而是在耳塞本身的基础上去给到一个相对正确的听感表现。虽然声场方面的差别不大，但是在调音上 P1 还是不具备 SR35 那种声音的形体感的。比如刚刚说到的人声， P1 的人声就明显没有 SR35 那般抓耳和饱满， P1 听起来就会稍显刻板，没有 SR35 那么的逼真与具体。但是 SR35 的操作流畅度以及半封闭式的系统也会让重度流媒体的玩家心生疑虑，所以在这方面似乎好像又显得 P1 是要更香一点点。怎么选？那关键还是要看您本身的使用习惯了。好的，说完了基本的声音风格，我们结合实际的耳机来说说搭配之后的听感。在耳塞的搭配上，我们选择了声底饱满一些的耳塞，这样在音色上的匹配度会更好一些。比如说 Acouston 的1750或者是 AW 的 Z06 都是非常合适的选择。在用 3.5 毫米耳机接口连接 Acouston 1750 CU 这类不算难推的耳塞的时候，其推力无疑是足够的，声场和动态的表达也都比较完整。两块 ES9219Q 芯片的 DAC 阵容虽然说谈不上豪华，但是接驳入门或者中端级别入耳式耳机还是游刃有余的。接驳 P1 下的1750表现出了一种流畅且自然的声音，稍微添加的低频残响让这个组合下面的音色表现得非常的扎实。空间感表达虽然说谈不上开阔豁达，但对于流行音乐的表达而言，一首黑色泡沫听下来，人声结像是算得上宽松清晰，也没有过分贴耳，以给人一种油腻的感觉。林俊杰嗓音清亮透明的感觉还原的还是比较到位的，低频量感也不小，动感做的也还是不错，不死板，甚至可以说还是挺 Q 弹的。当然本身1750 CU 是一条以低频见长的流行塞，低频量感与下潜都是比较到位的，两者结合给到我们这样的表现，倒也算得上是既在意料之中，也在情理之中。如果您希望总预算在 5K， 又喜欢聆听器乐，那么我会推荐 Z06 加 P1 的组合。原因就是 Z06 标配了 4.4 的平衡线材，推挽式双动圈加4动铁的架构，这个配置放在入门级别的耳塞中也算是一个诚意满满的存在。与 P1 的平衡耳机接口配合之后，可以充分释放出 Z06 的潜力。4.4 接口下的 Z06 声音能量感是非常充沛，音乐的那种包围感给我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推挽式动圈在动态方面的优势是展露无遗的，整体声音当然也算不上金碧辉煌，也算不上油润婉转，但好歹也够格一句话，该有的都有。说句实在话，我们作为入门玩家，聆听流行音乐这种题材，人声呢够劲，低频氛围感也做到位，怎么着也算是乐乐呵呵、舒舒服服的在听了。虽然人声的口型没有1750那么的近，但是由于动铁的加入，所以在信息量的释放上 ，Z06 会释放得更加充分一些，并且女生的表现也更加的抢眼，延展度与信息量在当前价位来说都算是不错的。接下来对比一下索尼的 ZX706 也是4000左右价位的一款标杆级别的播放器了，优秀的设计和良好的做工是最重要的因素。在音色方面， ZX706 能给到人一种更加分明和细致的听感，是一种典型的现代声，但是人声和低频方面就是 P1 略胜一筹了。流行音乐的听感 P1 会更加舒适一些。总体来讲，两款播放器的综合素质都算是处于同样的水平。从听感上来说，706则更清淡些，可以用素雅来形容。如果喜欢比较分明的听感，那么就可以选择 ZX706。P1 则更偏向于动感和流行。如果喜欢更扎实一些的听感，那么 P1 反而会更合适一些。最后我们再聊聊续航。
在这个方面 P1 绝对算得上是以下犯上了。非常神奇的一点是，之前只有在 AK 高阶机型中才有的这个 PD 3.0 快充，竟然在 P1 上应用了，而这个在 SR35 上都是没有给到的。在 PD 3.0 快速充电的同时，续航上标称是达到了20小时。当然了，这个20小时只是在这个标准环境下去测得的，比方说限定去听本地音乐、限制音量等等的一些限制条件加深才能得到这个续航。所以我们也是使用了流媒体再加上打开 WiFi 进行了一番测试。在关闭屏幕的情况下，使用 QQ 音乐 P1 坚持了12个小时才没电，这个成绩也可以说是不错的水平了。如果是播放本地音乐的话，这个成绩想必还要更好一些。再加上 PD 3.0 的快速充电，我认为在续航上应该不算有什么焦虑存在。经过这段时间的使用， P1 给我的感受是，虽然 P1 在产品定位上是爱立和产品阵营中的这么一个老幺，价格呢也是最亲民的一个，但是以不到3000的价位去换取一个具有爱立和调音风格，素质呢也完全够用，并且足够轻便小巧，能让人更愿意去使用的这么一个产品，我认为依然是具有性价比的，同时较为流畅且贴近目前主流的智能手机操作逻辑的全新 UI， 也更加方便新玩家去上手使用，快速的体会播放器去听音乐的这种快乐。当然，如果手头的耳机非常难推，或者您是对声音的厚度比较在意，喜欢大信息量的感觉，那么 P1 就满足不了您了，可能还是 SR35 甚至于一些更高价位的产品才能满足您的需要。毕竟对于一款入门级别的产品来说，我们也不能要求太多。不妥协的颜值和设计，丰富的功能性，3000价位应有的声音水准，已经足够让人产生好感。最后呢，这款 P1 已经在我们原生态的门店提供了样机试听，如果您对它感兴趣的话，不妨到我们实体店实际感受一下，看看这款小巧的设备到底是如何。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这期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麻烦您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